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么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林涛议员、吴益宣发言人。好，那么普丁提议在乌克兰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愿意跟北韩等等这些国家合作，推动停战。就是到时候呢，因为北韩就派了3000个人去哇，北韩这前仆后继他们以前搞不懂这现代战争无人机什么，北韩他都搞不清楚，现在都知道了所以呢，这个战力精进表现非常的勇猛，又派3000个人去那金正恩你看又派3000个人北韩呢这个说现在呢在俄军的列车也看见了北韩的自走炮武器了那另外呢这个普丁健康有出了状况吗？说他走路有点跛脚而且呢有点抽筋泽伦斯基说快死了，你们不要逼我和谈，他死了以后就没这个事情了，战争就停了，逼我干嘛那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司令说呢，俄军现在正在加强准备要攻苏米州说呢，因为他们主要讲的话是怕俄罗斯呢深入乌克兰的领土，他现在占20%，在东这边占嘛那马克龙说我们去不是只是维和。我们欧洲派部队到乌克兰呢，可以回应俄国的攻击不是只是维和俄罗斯攻击我们可以打我觉得欧洲这些国家只会放马后炮你事先你打了3年的，你做了哪些事情嘛？有给钱给武器是有了也不敢派兵一兵一卒也没派那欧盟理事会主席呢说呢，这个要维持对俄国的制裁，不能放松，因为他们现在制裁俄罗斯嘛，不能放松但是呢，也认为呢，这个乌克兰在巴黎的峰会他们是支持的欧洲现在蛮支持乌克兰的他们很怕美国撒手不管。我们看一下，登上核潜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不及分享捷报。На всей линии фронт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лностью находится в рук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只是这精神狠话听起来有气无力。今年72岁的普京身体还好吗？恰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震撼宣布说，普京命不久矣。І вс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Тобто його питання він може закінчити до того, як він боїться. Давайте спочатку з цього. Путін боїться тільки своє суспільство. Дестабілізація його суспільства – це те, чого він боїться. 泽伦斯基爆料的时候人在法国，难道看了什么机密情资？其实普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所谓的死讯，相关谣传包括他罹癌了、得了帕金森氏症等等。过去普京偶尔也被镜头捕捉到双脚以诡异的姿态摆放，开会的时候右手紧握着桌角，表情看似痛苦。甚至有人说普京早在2022年已经病逝了，现在外界看到的是好几位影武者轮流假扮的。也有人挖出画面来对照，指出普京的下巴、耳朵轮廓常常变来变去。The Kremlin has been very quick to shut down what have been persistent rumors about Putin's health. 普京的死讯外界很难证实真伪，乌克兰能否撑到俄国自然崩溃才是大问题。泽伦斯基这趟到法国参加乌俄问题峰会，没有美国澳元下，欧洲领袖们继续挺乌克兰。De court terme à l'Ukraine, nous avons aussi acté de manière unanime le fait que le temps n'était pas à la levée des sanctions。法国要提供台币714亿的军事援助，还提议将冻结的俄国资产约8.2兆台币用在战后重建乌克兰。来，沈委员、沈大医师怎么看？普丁多久会死？你刚才讲了那么多讯息把它 put together 就是一个乱子就是一团乱。那我觉得最可怜的是金小胖的国家的人民兵了哪有一个国家说元首叫你们去那个地方打就去，莫名其妙为什么打，而且打了就死了而且不死被抓，家里还很倒霉，所以这个是全世界最落后、最腐败、最不讲理的国家。那回到稍微有一点跟我的专业有关的，我的看法是，普丁3个月内一定不会死我跟你讲，陈文茜都出来否认他3个月会死了，他有比陈文茜差吗？不会的，他有一点走路右手右脚，左手左脚之间有一点不是很平衡。但是你看刚才他下飞机的时候，有一点好像要跌，但是他的反应非常快速，而且非常平衡，所以不会死。那现在就要讲
泽连斯基为什么要放这个消息？当然，最大的可能，他就是满腹的挫折跟委屈嘛，光一挂这个话啊，嘛，小来烧发一下，发泄一下这个怨气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能啊。除了这个以外，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情报知道他不行？但是呢，乌克兰之前的时候是有那个情报单位说那个快挂了，普丁快挂了，对。但是如果这个情报有，就是说他有内线，那更不应该讲了。那这个内线就要按住不表，看看怎么样发展。那这个难道是因为你败仗连连，所以啊就沉不住气吗？我也觉得这匪夷所思了。所以我现在认为，这个俄乌战争没有办法在很短时间内，如川普讲说停，这个是出乎川普意料之外，因为川普可以让泽连斯基就是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附庸了啊，没有你他打不下去，所以他就是如其所愿。但是普丁的做法，普丁到目前的反应啊，就节外生枝特别多哦，他就说能捞多捞一点就捞一点，我不捞才可惜嘞。那当然，川普就说我制裁你，我用金融的方法，用其他的方法让你受不了。我觉得普丁没有那么轻易的屈服，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各有所需，各取所得。那你要的，不见得我会给你。所以呢，这个时间在耗的时候，我认为时间是在普丁这边，而不是在川普这边。川普现在面对着国内外的处境啊 ，the time is running out。哦，因为他如果时间再不给他更多的这个有利的发展的话，他国内这个民情非常的不稳啊，非常的就是说对他不满的情绪正在累积当中，而你的威信就看这两个战争，那个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显然要比俄乌更困难，更困难。那俄乌之间，如果短时间内没有一个了断，我觉得川普就是四面楚歌了。我觉得最大的难题是这个经济发展的前景啊，基本上大家都看不好。不，基本上了哈，谈判这种两军谈判，就谁越没有耐性谁要付出越多嘛，一定这样嘛，跟夫妇离婚一样嘛，谁越急着离婚，他就要给对方多一点，要不急的话，我跟你拖啊。巴黎和谈那个时候，对不对？越战打那么久，后来我看谈判书，就注定老美一定输嘛。为什么？美国派个代表团去，越共派个代表团去，老美派的代表团在巴黎的5星级饭店，一个月盯房租，我租1个月，再租1个月。北约派的代表团在巴黎郊区租了一个别墅，5年的租约，就果然巴黎和谈后来谈到5年嘛，5年以后才谈成，谈完了，我南越就丢了。我追问你一句，你把这个战争和平的谈判类比成离婚，你说离婚就是可以拖着人就占优势，但是失去的是永不回来的青春啊！你有没有考量这个？那你战争不是一样吗？战争失去是多少人的性命嘛？不，老者，你跟美国待那么久，当教授我们都了解美国人嘛，对不对？老美就是很热情，真的是热情。开始的时候，哇，一鼓作气去轰炸人，哇，派兵去。他支持不了多久的热情，就他够一战，他就一鼓作气，再而三而竭。你看他打韩战、打越战、打伊拉克战争、打阿富汗战争，都是这样子啊。开始的话很勇猛啊，然后搞以后，国内舆论就开始就反对啦。那个打越战的时候，每天报纸《纽约时报》这个什么《华盛顿邮报》的头版都是昨天我们在越南战场死了几个人。你说这个战场怎么打下去嘛？你个报纸每天登我们昨天死了几个人。对不对？你刚刚说北韩派到这个乌克兰不知道说打什么东西，那时候老美也不知道。我跑到越南那个丛林，我打什么？我在美国多舒服啊，在越南那个丛林里面那么热，那个蚊子咬，我怎么打什么东西呢？一样的道理嘛，所以呢，基本上老美的问题就在这里。老美你看好了，就刚刚讲普丁不急啊，普丁很急，我已经打了3年，我也没怎样，我就是这样子嘛。老美急啊。你谁急，你就要付出比较多嘛。所以川普现在很急，他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成就啊，除了台积电去，他可以每天挂在嘴边吹牛，他有什么成就？你告诉我，对不对？那个以色列还继续在打跟哈马斯，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普丁现在看起来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提一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啊。来。
这个会委我先讲，刚才老沈讲北韩的国家很惨的，我倒不是这样子看的。北韩跟南韩是死对头，北韩的军队啊，实不相瞒，没有实战经验的。他刚好到俄罗斯，他有实战经验啊，而且俄罗斯是有付钱的哦，付钱是比相对他在北韩拿到的薪水，听说是5倍到10倍的薪水哦。他对北韩的兵他也愿意去哦，而且至于死多少人呢，都是西方媒体登的了哈。我们回想在越战的时候，各位。南韩也有派白马，各位有没有印象？民国50几年、60几年的时候，南韩的部队叫白马师。那时候我在念高中、大学的，所以叫白马师啊。然后去了2个师，南韩去干嘛？实战经验嘛，我就训练我的部队嘛哈。所以我倒觉得哈，从北韩看不出来说哦，是这个对他国家是刚好去训练他的部队，现代化的战争，他在他国内是无法去体会的啊。第二个呢，当然我们不鼓励战争，俄乌啊，我个人也觉得，可能在半年到1年之内就会停战，现在是条件问题。你看，俄罗斯希望你乌克兰变成一个你要改选总统，变成一个签订。永不战争的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条件了。换句话说，当俄乌自己本身都没有上谈判桌，后面的人就是美国。美国呢，至于法国、德国、英国哈，根本是无缘智慧了哈。那主要是看美国到底要答应俄罗斯什么条件。乌克兰是变成拥有中立的国，还有对俄罗斯的这个什么各种的限制出口线，看它的条件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个倒是可能在半年之内可以预期，他们就会停战了。不当然，就是说这个泽伦斯基说普丁快死了哈，我想是他的希望了。哦，真的希望。很多时候选举也是这样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选？你们选不上，你出来干嘛？”我就这样问啊。哎呦，我去庙里那个抽签说我会赢，那万一他要突然跑出个私生子来，他不就输了吗？我说你想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想说对手如果挂了我就赢了。接下来再回来。好，日本政府很有意思哈。之前呢，这个安倍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哦。那现在呢，那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说台湾有事，日本应该来保护啊、派兵啊，或是帮忙台湾，还不是？他在研究要怎么撤退啊。那这个冲绳啊，他要研究的6天里面会撤掉12万人，1天2万。但是不要看1天2万也不容易哈，因为你飞机一个飞机才赚几百个人嘛，那个船多一点1-2千人了不起的，所以要1天2万，1天2万，6天把冲绳的12万人呢，通通这个撤掉哈。而且日本政府呢，在这点还想得比较周到了，他不是就随便分散了日本各地，他比如这个冲绳的这个地方的人都到日本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人到那个就还维持他的一些社交的活动。不要一直都打散了哈，所以呢，它是有计划的啊，而且从明年开始要开始实施演习啊，就开始演习要撤啊，所以呢叫做避难训练啊，制定了一个这个撤离的方案哈。那网络上就是原来不是台湾有事，日本来帮忙，搞得他自己要撤退啊，要撤退，而且在之前还有一个新闻出来说，如果中共打台湾呢，美国跟日本会把与那国岛变成一个前进基地。离台湾最近嘛，非常近啊。那另外呢，大陆国防部说，日本最没有资格拿台湾来说事。当时你把台湾搞成这个占领人家那么久，对不对？然后呢，你一副在2战的时候呢这个一副这种说要这个大东亚共荣圈，要派兵要占领整个这个东南亚东亚所以呢，这个你侵略战争发动然后你还对别的国家呢。指手画脚就是说你有什么资格讲话等等那另外呢，五角大厦说，如果台海开战，关岛恐怕会被迅速摧毁所以需要扩大弹药的储存因为大家知道关岛有美军基地嘛那个时候呢，因为大陆要给怕，如果打台湾，关岛的美军会出动
那韩国跟日本呢也有美军驻扎了，还不少。日本大概有4-5万，韩国有3-4万。哦，那关岛那边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属地了，还算是哈。那所以呢，说要再扩大弹药的储存啊。那另外呢，这是美国的准空军部长是说的啊，说呢为了跟中国万一冲突起来要怎么因应的话呢，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些储存弹药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大陆央视28号公布解放军陆军最新军演画面，多型装甲装备跨昼夜实弹射击。演习明令要求官兵要做到全天候作战效能和精准毁伤能力。中国大陆军事扩张，全球紧盯。日本政府更是第一次公布因應大陸對台出現緊急狀況，發布疏散避難令的計劃。喺緊急狀況出現嘅6日內，撤離約12萬沖繩宮古島市、石垣市等5個先島群島市町嘅居民同遊客，到福岡機場、鹿兒島機場等地。按照日本的避難令，撤離的民眾之後搭巴士等交通工具到九州的7個縣及山口縣，總共32個市的飯店和旅館。日本政府还会进一步研议有关高龄者住院患者的支援措施，因应长期避难在外的情况对策。预计2026年制定基本要领。有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表示，这并非为了特定紧急状况而公布的计划，但一般认为这是为了因应台湾有事。台湾问题不关日本什么事，日方也最没有资格拿台湾说事。针对日本政府严厉的计划，大陆也提出批评。认为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谬论，严重侵蚀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不仅大错特错，而且十分危险。大陆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上持续施压，并直言，近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和联合演训，就是针对台独势力提升共军作战能力的行动之一。安南京。对于日本来讲啊，他们事实上呢，在有关于台海战争的所有的兵推和那个想象里面呢，他们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撤侨，就是把台湾的这个日侨撤出去，然后就是呢，冲绳怎么做好最完整的这个撤离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呢，冲绳有驻日美军的情形之下，他们必当是首当其冲。好，那这个美国呢，在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这个战略部署呢，也做了很大的转移。他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就把9000名的住在冲绳岛的美军就撤到关岛哈，就等于是把第一岛链的这样子一个防御呢，撤到这个第二岛链哈，到关岛这边来去应对哈。但是呢，这是不是表示说，在台海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军就是属于比较防御性的哈，或是属于被动性的这样的角色，这个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在这个美国军方呢，它是一个辩论的焦点，也是呢在这个中国呢，他们在兵推的时候呢，要慎重考量的一个点啊。就中国的这个兵推上面来讲的话，他们从来呢不会假设呢美国不会参与。可是呢，美国呢，他们要去承担的代价就在于是说，如果说当台海一旦发生战事的时候，如果说驻日美军还有这个美国军方，他们采用这种预防性的攻击，就是第一级的话。我不是说到这个中共已经发射了这个飞弹，打了这个美军驻日基地，那你如果打的话，那当然就是美国就是可以还击啊，因为那这样等于是中国对美国宣战嘛哈。但是呢，美国呢如果在中国呢有意要行动的时候，就先发射这个飞弹呢，打毁中国大陆的不管是它的飞弹基地啊，或者是空军基地的话，那就是美国宣战了。所以说，如果美国采取这样子的行动的话呢，那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了，就是这个大佬所说的台海战争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哈。所以这才是所有的兵推的战略的一个决定的一个关键，就是美军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日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日本扮演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虽然说他不是成立了一个联合的这个作战部吗？司令那个作战部，但他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在整合他现在比如说啊，陆上自卫队啊，海上自卫队啊，空中自卫队，他以前的是分散的，他现在把它统合起来，用一个统合的这个联合
的这个司令部呢，去应对美军的这个司令部。虽然说他们呢，日本这方面呢，他们有可以发射这个飞弹的这个权利，但是主要的指挥权还是在这个美军手上哈。所以说，对于日本来讲，台海一旦有战事的情形之下，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个就是安全的撤离日本的民众，然后同时呢，如果一旦在美国参与的情形之下哈，做好后勤支援哈。那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呢，五角大厦哈，就是现在的美国的国防部长 Hexus， 他在这个去年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面啊，五角大厦呢做了无数次的兵推，好，做了无数次的兵推，所有的这个兵推呢都是美军办。好，在最打仗的一开始的20分钟以内呢，大陆呢就会发射呢15枚的极音速导弹，然后把美国呢现有的10艘航空母舰通通都击毁。好，通通都击毁。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说美国的这个国防部以及这个国务院充满了很多鹰派的，不管是将领啦，或者是说像 Rubio 呢就是个大鹰派哈，但是呢，在军方对于中国的战略的构想上面，他向来都是在嚇阻。他不要去卷入这个战争，他不要去跟中国呢正面的迎战，然后引爆这个第3次这个核子大战啊，世界大战、核子大战，而是要让就是说形成一个足够的嚇阻力量，就是像他们不是讲吗？让习近平呢每1分钟、每1秒钟都不想开战，因为呢，你一旦开战之后，你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不，主要是美军在让全世界，因为它都有基地，它很多基地，美军很多嘛，对不对？刚刚讲日本、韩国，在德国有将近5万人了哈。那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有全面优势，你不见得有局部优势了。所以讲强龙不压地头蛇了，因为它很远嘛，这边比较近嘛，所以要考虑这个因素了哈。来，梁军怎么看？我觉得当然现在大家在讲说，那日本的这个撤离计划，就是接下来台海这边情势紧张哦。但是我想，其实这个在之前这个安倍前首相其实讲到说，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子整个来看，其实是不管是台湾自己所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理位置之外，也确实在台海这边情势紧张的话，其实整个东亚大家其实都要做任何的可能性的因应跟准备。所以你看到说日本在这一次的撤离计划里面，当然他们有很完备的这个所谓撤离计划，但是它接下来到底是对应到什么样的突发状况来发生？我想这个接下来6天的计划，我想我们自己的这个相关单位其实也都在看日本它这个对应的计划到底是因应什么样的紧急状况了哈。那但是呢，现在就在讲说那。到底是不是因为现在台海关系非常紧张呢？那我必须要说，其实从过去到现在过去蔡总统8年一直到赖清德总统执政在过去这段期间，也确实台海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一直是存在着。而这个存在呢，并不是说台湾刻意挑衅，而是中国的这些包含它的军演或者是共机共建持续跨越中线，这些其实是持续不断发生的。所以不管是日本，甚至是台湾自己我们等一下应该也会提到有关这个全民社会这个全民防卫韧性的相关的政策，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做好相关的准备。但是这个如果又要去扯到说是不是未来战争即将可能爆发，我觉得还是要讲大家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们都不希望任何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做好准备不代表我们就是要引战。所以我想，不管是在东亚的任何国家，从日本到台湾自己提升自己的民防能力，这其实都是应对未来有可能的紧急状况发生。就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局部的军事演习啦，就是看到这边那边，还没有看到像这么大规模的，每天2万人，6天12万人把它都撤离。如果明年日本这样搞从某个角度看蛮好看的。不也是因为就是你看他到底怎么撤，海空军什么全通通，他就是海跟空嘛，2种方式嘛。因为冲绳呢，它跟这个日本之间的情结很深就是关键就在这个2战期间的时候，不是美军就是登陆这个冲绳吗？这个冲绳战役呢是非常血腥的非常残忍的一个战役。然后呢，就冲绳的民众在那一场战役里面呢，牺牲非常惨重，平均每4个冲绳人就有1个死亡而且呢，冲绳人呢在那场战役里面呢，就认为说日本人不把冲绳人当作日本人来看待，就是以牺牲冲绳呢去缓解这个美军呢大规模的这个登陆
东京啊，对东京作战，就打算拿冲绳当牺牲品嘛。而且长期下来的时候，驻冲绳的美军跟地方上面的这个恩怨非常多，所以他们一再的就是要求就是要撤离冲绳，然后移走这个空军基地。他们冲绳的人不要再一次成为一旦这个中美之间有战争的时候，变成是一个牺牲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筹码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冲绳先有事，对，日本冲绳很怕。你到冲绳去看，我去看过哈，真的很多地方都有那种战争的遗迹，对，就写当时死了多少人，就蛮惨烈的。休息一下再回来。